为什么在四大满贯里，温网是唯一一个球迷会专门记住它的规矩，而不只是记住冠军的大满贯赛事？为什么同样是打网球，到了温网，连穿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非常严格而明确的规定？温网为什么不仅仅是一场比赛，而是更像一场仪式？一杯咖啡的时间，聊聊网球里的那些事儿。1877年，伦敦温布尔登，一个原本属于草地吹球俱乐部的地方，办起了一场网球赛。按照后来流传最广的说法，这场比赛的起点其实并不浪漫。俱乐部需要钱来维护他们的草坪设备，于是决定办一场比赛，收点报名费和门票钱。那一年只有一个项目，男子单打，22名业余男选手参赛，每个选手交1个几尼的报名费。几尼是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常用的一种旧货币单位，1个几尼比英镑稍微多一点，刚好等于21先令。而相比之下呢，普通观众看一场决赛只需要1先令的门票费。7年后，也就是1884年，赛事第一次扩大了规模，加入了男子双打和女子单打。很难想象，这样一场看起来有点临时、有点朴素，甚至满是凑经费意味的俱乐部活动，后来竟然会成为如今网球世界里最有仪式感、最有正统意味的一项大满贯赛事。很多人知道温网要求球员穿白色，但很少有人知道这条规矩已经严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程度。温网的要求绝不是以白色为主，而是几乎全白。它的官方规则写得非常死，不接受米白色，也不接受奶油色，衣服上的彩色边饰通常绝对不能超过1厘米。帽子、发带、袜子，甚至连你踩在草地上的鞋底乃至鞋带的颜色，全都有冰冷的明文的硬性限制。去法网罗兰加洛斯，球员当然也有比赛着装规则，但绝对没有温网这种近乎执念的全白传统。这条规矩从某种角度看挺有意思的。温网在某些时候真的不像是一场体育比赛，反而更像是一场英国上流社会的着装与礼仪考试。但这恰恰是温网最聪明也最想死守的核心资产。它不只是要分出胜负，它是在用这种在外人看来近乎偏执的死板，在一代又一代球员身上去反复确认、反复强化一种被传统包装出来的无法被复制的仪式感。温网是4个大满贯里唯一拒绝妥协还在坚守草地球场的。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，几十年前连美网和澳网其实全都是草地，但因为草坪实在太难伺候了，那2家都放弃了，只有温布尔顿死死守住了这最后的一片绿。现在的温网草地从2001年开始全部使用多年生黑麦草，而草的高度从1995年起30年来永远精准地维持在8毫米。但是草地球场的速度可不完全是由草说了算。土壤硬度、伦敦夏天的天气、空气里的湿度，全都会直接影响球的弹跳和速度。天气湿冷的时候，球会变重、变慢，而天气干暖的时候，球又会变轻、变快。这意味着同一片中央球场，今年和明年打起来手感可能完全不一样。甚至在同一届温网里，第1周还是绿草如茵，但到了第2周，底线附近可能已经被踩得露出了泥土。球员面对的不只是对手，也是一片正在不断变化的草地。这恰恰是为什么温网天然容易沦为爆冷的温床。草地赛季本身就很短，球员适应时间少，再加上场地本身受天气影响的巨大不确定性，意外和黑马在这里比其他任何大满贯都更容易发生。所以温网到底特别在哪儿呢？它不是最现代的，也不是最喧嚣的，更不是最商业化的，但它是4大满贯里历史最悠久、传统最厚、仪式感最强的那一个。从一场看起来有点凑经费意味的草地比赛，到今天网球世界里最被仰望的赛事之一，温网用了将近150年
把自己变成了一套完整的传统。白衣、草地、排队、草莓奶油、11点宵禁，还有那些看起来有点固执，甚至有点不合时宜的规矩，这些东西单独看可能都只是传统，但放在一起就变成了温布尔登。这里是网球咖啡馆，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